2025年6月，曾经轰动一时的谷歌杀妻案，在经历了5次延期之后，终于迎来了预审。本来这只是正式开庭前的证据梳理，用来确立陈立人到底会以什么样的罪名进行正式审判。但是一段录像和一个关键证人的出现，却大大出乎了人们的意料。这会不会改变整个案件的走向？陈立人到底是蓄谋已久，还是冲动杀妻？白月光前任到底在里边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被告陈立人父母发动的超能力请来的大律师能否给他逆天改命？而最无辜可怜的死者于宣一和他的家人能否等到正义到来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这起案件的最新后续。1年多前在凶案发生后不久，我们频道曾经专门做过一期相关节目，在这简单的跟大家做一个回顾。2024年1月16号的上午10点左右，美国加州 Santa Clara 警局收到报警，报警人称自己的一对好友夫妇已经失联了10多个小时了，他非常担心，希望警察能够去他们的住所进行检查。大约1小时后，2名警官按照地址来到了事发的独立别墅，多次按门铃无人回应后，警察通过后院的窗户看见一名男子跪在房间中间，双手下垂，满脸是血，神情呆滞，房间的地上也有血迹。警察随即破门而入，将该名男子制服。他们发现男子左臂上有抓痕，右手拳头肿胀发紫。顺着血迹，警察在1楼卧室的地板上发现了一具仰面朝上的女尸，头部面部因为多次击打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死者后来被证实是27岁的谷歌工程师于宣一，而被捕的男子正是其丈夫陈立人，同样27岁，同样供职于谷歌。在面对警方询问时，他只说了一句话，那就是我打了我的妻子。凶案发生后震动了整个湾区、北美，甚至是大洋彼岸的中国。不仅仅是因为凶手和死者都毕业于名校清华大学，同属年轻有为的高知精灵，更是因为凶手的作案手法异常残忍。在本次的预审中法庭公开了法医的尸检报告，上面显示于宣一的面部、头部、颈部有多处击打伤，鼻梁断裂，整张脸血肉模糊，无法辨认，死因是严重脑震荡和脑出血。死者身上的伤口大小和陈立人手上的淤伤相符，指甲里面发现的皮肤碎片和血迹也和陈胳膊上的抓痕一致。警方有理由相信陈立人在盛怒之下赤手空拳把老婆给活活打死。由于双方身材和力量上的悬殊差异，于宣一只是开始有过一些挣扎，但是之后便只能任由老公对她进行施暴。尸检报告还显示，这些击打伤中有不少是死后造成的，说明陈立人在妻子断气之后都没有停手，几乎疯狂地对着一具尸体持续输出。一位实施逮捕的女警出庭作证说，当他们正要把陈立人押送离开现场时，他突然挣脱开了警察，在双手背靠的情况下，用牙齿叼起了桌子上一个装有于宣一照片的相框，摔到了地上。这个举动让在场的警察惊得目瞪口呆，也不免让人感到好奇，这对结婚才1年多的夫妻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仇恨和紧张的关系，才能让男方做出如此极端的暴行呢？陈立人在被捕后3缄其口，警方也没有对外公布任何有关作案动机的信息。几次出庭时，陈立人都戴着一个奇怪的头盔，神情也是一如既往的呆滞。他的律师对此的解释是，陈立人在羁押期间有自杀倾向，所以在精神医生的建议下给他戴上了头盔，防止他突然撞墙。Protective. There's a head injury and he's being careful about that. We're being careful about that. Yeah, I can't. Yes.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get into details because actually, number one, I don't have the specific details, and secondly, I can't really. I have to deal with attorney-client privilege. The district attorney doesn't have to. 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流言开始在网上疯狂传播，有说是陈立人长期经受妻子的语言和肢体暴力，忍无可忍，怒而杀妻的，也有说是因为于宣一婚内出轨，给陈立人戴了绿帽子，被发现后陈在其头上打死了老婆，还有说是因为陈面临失业，老婆嫌弃他以后赚不了钱，提出离婚，事业家庭面临双重打击的陈立人于是才发了疯。总之这些将矛头对准于宣一，往死者身上泼脏水的揣测和道听途说，一时间是甚嚣尘上，外界也是看得云里雾里。不过其中倒是有一点被证人所证实，那就是陈立人在工作上的确出了问题。
由于这个案子的社会关注度极高，从法庭的预审开始，就有很多在加州的华人网友到现场旁听，每次开庭都是座无虚席，很多人更是提前几个小时就在法庭门口排队。他们呢也把庭上看到听到的一手信息分享到了社交网络。咱们这期节目提到的很多内容来自于小红书的账号空空在谈判、邢小白、甜菜星星，特此对他们表示感谢。如果有观众想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庭审信息，也可以去关注他们的小红书账号。在前2天的开庭中3号证人非常重要。他呢是陈立人在谷歌工作的一位同事，和老公住的房子距离陈立人家开车不到10分钟，两家关系非常好，平日经常会一起爬山烧烤聚会这些。在案发1个多月前，他们还一起去滑了雪。下面咱们就把这位证人简称为小王。小王回忆说，案发前一天，她和丈夫邀请陈于夫妇来家里头聚餐，结果呢，只来了于宣一一个人。她解释说，老公这段时间工作压力大，想在家里头好好休息，不愿意出门搜搜。于宣一自己也心神不宁的样子，吃完午饭后没多久就起身告辞离开。小王呢，其实对于陈于夫妇不和有所耳闻，有传言说他们在家天天吵架，甚至在公司见面的时候呢，都是冷眼相对。以前新婚燕尔时的恩爱早已荡然无存了。但是作为朋友，小王也不好过多介入人家的家事，于是在叮嘱了于宣一开车小心之后，便互相道别了。可是他万万没想到，于宣一这一走，接下来发生的竟是惊爆海内外的悲剧的开始。傍晚6点左右，小王突然收到了陈立人母亲从国内发来的信息，说陈立人很长时间没跟家里头联系了，非常担心，想让小王夫妇过去看一看。小王安慰他说，几个小时前才跟于宣一见过面，应该问题不大。可是这不说还好，一说陈妈妈那边便说了实话。陈立人和于宣一俩人已经闹了快1个月的离婚了，俩人才刚刚大吵了一架，陈立人离家出走，于宣一情绪崩溃下给在国内的公公婆婆打去了电话。小两口在美国吵架，连国内的老人也都惊动了，于是小王不敢有怠慢，赶紧拉着老公开车往陈家赶。晚上6点半，小王和老公来到了陈立人家门口，发现陈立人并没有离家出走。他来开门，但是脸色铁青。面对小王夫妇关切的询问，陈呢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是一言不发。于宣一从卧室出来跟2人打了招呼，小王发现他眼眶泛红，明显是刚刚哭过。看得出来，陈立人和于宣一都尽量在朋友面前维持着体面，对2人之前发生了什么只字不提。不过在这次预审的过程中，负责此案调查的探员向法庭提交了一份监控录像，也许能够让人大概猜测到一二。这是一段由可视门铃拍到的影像，时间呢是案发前一天下午4点28分，也就是于宣一离开小王家大约2小时后。一开始并没有人出现在监控的视角内，只能听到屋内传出激烈的争吵声，能听到于宣一拔高了嗓门用中文说，你为什么要去？随后大门被猛地打开，2人养的那只小猫可能是听见主人吵架了，感觉害怕，趁机跑出了门外。穿着羽绒服的陈立人也很快跑了出来，有些笨拙地将猫抓回屋内。之后他似乎又想要出门，但是被于宣一在门口拉住，2人在门口又开始吵架，并且伴随着一些肢体上的抓扯，看得出情绪都非常激动。这样僵持了大约10分钟，4点52分，陈立人一把甩开于宣一，夺门而出。他这一走就是1个多小时，直到6点19分才又重新回来。在这期间，于宣一打电话给国内的公婆，而公婆又辗转找到了小王夫妇过来劝架。小王回忆说，那天他们夫妇在陈家一共待了2个多小时，陈立人说话不超过10句，很多时候都是于宣一代为回答问题。而在这惜字如金的几句话中，陈也几乎都在抱怨上司在工作中给他穿小鞋，看样子下一批裁员自己是在劫难逃了。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呢，正处于互联网行业的严冬，即使是硅谷，各个大厂也在纷纷裁员，断臂求生。小王夫妇也有种自身难保的无力感，所以一时间也想不到怎么安慰陈立人。4个人就这么尴尬地坐在客厅，直到小王的老公想起来陈立人可能一天都没吃饭呢，于是便点了外卖。但是大家吃的都不多，气氛非常沉重。吃完饭之后，小王夫妻起身告辞。就在小王老公出门取车的时候，于宣一单独对小王说，他和陈立人决定要分开。
而在小王问起原因时，于轩一说是因为他发现陈立人一直在跟他的前女友联系，还说什么如果跟前女友还在一起，日子会过得比现在好。于轩一在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和眼神都非常的绝望。作为朋友，小王感觉十分揪心，而心中那种隐隐的不安感更是持续了整夜。于是第二天一早，小王便试图联系陈立人和于轩一，可是无论是发信息、打电话，甚至是亲自登门，都没有任何回应。越想越害怕的小王就打电话报了警，于是就有了一开始警察上门的那一幕。事实证明，小王的第六感的确是非常正确的，他和于轩一头一天晚上一别，真的就成了永别。陈立人被捕后拒绝向警方提供作案细节，不过他家在厨房里头为拍摄宠物猫而安装的摄像头记录下了案发当晚的一些片段。前面咱们也提到了，陈立人和于轩一两人结婚后呢，没有孩子，只养了一只小猫，两人都非常喜欢这只猫，他们放在 Instagram 上面的照片也大多是跟小猫的日常生活有关。他们还专门买了一个带摄像头的自动喂食器，以便在家里头没人的时候依然能够观察到猫咪的起居。而这类宠物摄像头为了节省内存，通常呢会设置一个动态捕捉功能，也就是只有在周围有运动着的物体时才会自动启动拍摄。在案发当晚凌晨0点21分，摄像头就拍到了猫咪吃东西的同时，在背景中出现的于轩一。这个在厨房中的模糊背影成为了他活着时留下的最后影像。1点04分，厨房的灯光熄灭，整个房子陷入了一片漆黑。根据现场发现的血液干涸速度以及尸体被发现时的僵硬程度，法医认为于轩一的遇害时间是在凌晨1点到4点之间。而宠物监控之后拍到的一幕也证实了这个推断。4点43分，厨房的灯再度亮起，陈立人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他穿的衣物上有不少血迹，走路的步伐显得十分沉重。大约半小时后的5点16分，陈立人再次出现在镜头下，这次由于他站得比较近的缘故，能够清楚地看见他的拳头肿胀发紫，而他的另一只手里则拿了一个装修用的电锯，不过从始至终没有通电启动。面对监控镜头，陈几次把电锯举到脖子附近，似乎想要自我了结，但是犹豫了一阵之后，还是放下了锯子离开。大约又过了1个多小时，陈立人又走进了监控范围内，而这次他手里拿着的是一把宽刃厨刀，在脖子上一通比划，但是就像上次一样，他还是没有对自己下手。之后又是大段的监控空白，直到早上11点，警察破门而入，将陈立人铐走。他3番5次在镜头前表演自杀的行为，被陈立人的律师解释为在他杀害妻子之后万念俱灰，想要一了百了，从而证明他是一时冲动杀人，或者是精神病突发，作案时不受控制，清醒后追悔莫及。不过警方却不这么认为陈立人杀害于轩一的过程漫长且残忍，并不是用枪或者是用刀那么简单快速的。在长达1小时的行凶时间内，他有无数次的机会可以停手打电话叫救护车，可他却没有这么做，而是一拳一拳的置于轩一于死地。单凭这一点就几乎可以排除他是一时冲动激情杀人了。警察呢还从卧室里找到了一口打开的行李箱，有可能是于轩一在跟陈立人吵完架之后想要收拾东西离开，但是也不排除是陈立人在作案后想要跑路，或者更极端点，他也许是想要用锯子分尸抛尸。但是他有胆量杀人，却没有胆量处理尸体，更没有勇气自我了断。只能说多亏朋友小王在发现不对后赶快报了警，因为在众多的类似案件中，有嫌疑人犯案后跟警察打时间差，趁乱逃回中国，因为没有引渡协议而逃脱惩罚的。案发后，警察搜走了陈立人和于轩一的私人电脑，结果发现里面是大有乾坤啊。根据登录时间显示，案发前天晚上，也就是小王夫妻走后不久，陈立人的电脑中的一份谷歌文档被打开过，阅读的人很可能是于轩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是一份有编辑和留言功能的 Google Doc。于轩一在读完之后，登录了自己的账号，用实名在其中一段后面写下“我恨你，我恨你们”这么一个留言，愤怒的情绪溢于言表啊。而顺藤摸瓜之下，警方发现这份文稿的发送人正是先前于轩一口中那个跟陈立人藕断丝连、阴魂不散的前女友
蒋某某。其实回过头来看，陈立人的前女友蒋小姐在杀妻案发生后，几乎是第一时间就接受过媒体的采访。她说自己跟陈立人交往5年的时间里，陈立人都是个个性温和的谦谦君子，从来没有过任何暴力倾向。不过当时因为很多类似的知情人爆料太多了，所以蒋小姐的言辞夹杂其中，并不引人注目。直到这次庭审，人们才惊讶地发现，蒋小姐可不是人肉背景板这么简单，她在整个案件中可能起着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张爱玲曾经在名作《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写道，每个男人的生命中都至少会有2个女人，如果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蚊子血，白的呢是床前的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变成了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而红的变成了胸口的朱砂痣。张爱玲的意思是，爱情注定是要在选择中失去，在拥有中变质的。而陈奕迅在《红玫瑰》中则是把张爱玲的这种文艺说法总结成了一针见血的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谷歌杀妻案中，这位前女友蒋小姐应该算得上是陈立人的白月光和朱砂痣。根据她在法庭上的证词，她和陈同住一个大院，5岁时就认识了，小学、初中、高中都在一起，典型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跟陈立人一样，蒋小姐也是个学霸，而且还多才多艺。和陈立人一起就读于著名的成都七中时，2个人就已经是暗生情愫。不过在中国高中那种高压环境下，谈恋爱是属于早恋的范畴，是老师和家长的重点打击对象，所以他们只能在暗地里偷偷的交往了1年多，直到双双被清华大学录取，才正式公布恋情，成为了一对令人羡慕的学霸情侣。事后有网友扒出，在多年前的一部名为《清华大学情系7中从紫荆到林荫》的宣传片中，陈立人在结尾处有几秒短暂出镜，鼓励学弟学妹们好好学习，一起在清华相见。这段影片在网络曝光后被迅速删除，但也有人认出了那位站在陈立人身边笑容甜美的圆脸女生，就是他从高中到大学的女友蒋小姐。2018年，就在2人大学毕业前夕，他们分了手。原因用蒋小姐的话来说，是性格不合，她更喜欢自由和随性的生活方式，而陈立人呢，则更倾向于想要规划出一个稳定的将来。有关是谁提出的分手这一点，蒋小姐在法庭作证时并未明说，不过她承认和陈立人的分手像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自己认为已经放下了，但是陈立人认为关系并未结束，一次又一次的想用分手后还是好朋友为借口，回到蒋小姐身边破镜重圆。就这样一直拉扯到2018年年底，蒋小姐赴美留学，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读计算机的硕士。而与此同时，陈立人也被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也就是 UCSD 录取。2个人虽然都是在美国，但是不管是在感情上还是地理位置上，都是渐行渐远。直到蒋小姐在学校中认识了一位来自南京的青年才俊，开始了一段新恋情，才让陈立人彻底死了心。眼见和前女友复合无望，陈立人在2019年认识了同样在 UCSD 读硕士的吉林姑娘于宣一，2人的介绍人正是咱们之前提到的那位小王。于宣一呢，是吉林松原市的理科状元，和陈立人同一年考取了清华大学，不过2人在大学期间几乎没有任何交往。于宣一聪明干练，气质温婉，陈立人在认识后不久就对他展开了追求，于宣一也很快跟他坠入爱河。本来他毕业后是在亚马逊实习的，前途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呢，还是接受了陈立人的引荐，入职谷歌，为的就是想要更多的跟爱人在一起。可是于宣一没想到的是，明明是自己为爱做出的牺牲，却成为了陈立人眼里的枷锁。根据警方还原的陈立人里的电脑信息，他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就主动联系上了前女友蒋小姐。一开始2人还是保持着老朋友叙旧的节奏，但是聊着聊着就开始暧昧了起来。陈说他特别怀念2人在一起的日子，而且在得知蒋小姐也即将硕士毕业时，马上就试探着问他要不要考虑来加州工作。陈还强调说自己在谷歌干得很好，业界人脉不错，只要蒋小姐愿意，他随时会帮她牵线搭桥，在硅谷找一份好工作。蒋小姐则婉拒了陈立人的这个邀请，她说她已经接受了位于西雅图的 Waymo 公司给出的 offer， 这是一间谷歌旗下专门研发汽车自动驾驶的公司，正是炙手可热的行业，前途也不会差。更重要的是，
彼时蒋小姐已经跟男友订婚了，对方供职于另一间谷歌旗下的子公司 DeepMind， 两人在西雅图已经买好了房子，就等婚期将近了。虽说她是拒绝了陈，但之后呢，二人依然时常有联系。蒋小姐说这就是老朋友之间的正常交往，但是在陈立人眼中则妥妥的是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但是骚动归骚动，2022年陈立人还是和相恋了3年的于宣一求婚了。根据庭审的3号证人，也就是小王说，陈立人曾经跟她老公讲过，对婚姻有些犹豫，甚至是有些抗拒，出于压力才结的婚。陈立人对娶于宣一这个事儿多少是有些不情不愿的。一来呢，他感觉这桩婚姻受到了双方父母还有于宣一的逼婚压力；二来他觉得心里还是放不下前女友蒋小姐。不管怎么说，两人最后还是在2022年11月结了婚，并且在2023年初共同出钱在 Santa Clara 买下了一栋价值200万美元的房子。在网上流传的一组婚纱照上，两人看起来才貌双全，十分登对。可殊不知这背后的一地鸡毛不仅没有随着浪漫婚礼的结束而画上句点，反而是愈演愈烈。戴安娜王妃曾经在一次访谈中无奈而伤感地说，3个人的婚姻实在是太挤了。这句话放到于宣一、陈立人和蒋小姐这3个人身上也同样合适。2023年7月，蒋小姐写下了一份2页长的中文 Google 文档，主要是用于回忆自己的大学生活，里面有很大的篇幅讲了她和陈立人的恋爱以及后来分手时的心情。用她自己在法庭上的话来说，这份文稿呢，其实是她在结婚前为自己的过去做一个告别，就像是一个情绪的删除键，写出来放下心结，好专心嫁作人妇。所以她在写完后并没有分享给别人，而是作为私人日记上传到了谷歌云端。原本呢只是一份小女生的情愫，但却在2个月后被另一起事件炸了粉碎。2023年9月，西雅图警方在一次打击性贩卖、停止性剥削的行动中，查抄了全市数十家按摩院、水疗中心以及开在居民楼中的地下妓院。除了抓现行外还搜出了多达上百人的嫖客名单，其中大约有 10% 左右是供职于各大科技公司的男性工程师。这类戴上眼镜是教授，摘了眼镜是禽兽的丑闻，在大厂码农里面并不罕见。不说远喽，就是在西雅图一地，早在2017年就在警方一起名为抓住欲望之狼的行动中，让20多名中国男程序员喜提1个月到3个月不等的监狱体验卡，并且处以5000到2万美元的罚金。尝到了甜头的西雅图警方之后更是每隔一阵就会来一趟大围猎，罚款罚的嫖客们荷包出血休克。可是哪怕是扫黄的力度如此之大，但是还是有一些管不住下半身的人蠢蠢欲动，其中不乏有很多有钱有地位、家庭幸福美满的职场精英。目前为止，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蒋小姐的未婚夫是在那起著名的西雅图扫黄运动中东窗事发，但是警方给出的日期和蒋小姐发现未婚夫嫖娼并且分手的时间段高度重合，所以有理由怀疑两者之间很可能有联系。多说一句其实呢，这个未婚夫来头也不小。根据他在领英上的介绍，高中毕业于著名的南京外国语学校，赴美留学读的呢是又贵又难进的 Panoma College。博士毕业后更是一举进入了 DeepMind， 当上 Research Scientist。不仅人生一帆风顺，家庭背景也不可小觑。而在新婚前夕发现未婚夫嫖娼，感觉受到奇耻大辱的蒋小姐迅速搬出了两人的豪宅，并且很快解除了婚约。蒋小姐回忆说，当时自己被愤怒、羞耻、痛苦各种感情冲击，而父母呢又远在天边，电话中能提供的安慰只能算是杯水车薪。于是她想到了自己的前男友，同样也是她的发小陈立人。即使不再是恋人，她觉得陈也是自己可以信任和倾诉的老友。于是在2023年10月，她将自己电脑里已经保留了3个月的那份文档分享给了陈立人。相较之前的原始版本，他不仅倾诉了自己被未婚夫背叛的痛苦，还写道：早知如此，也许当初应该接受你的复合提议。这儿还得再多说一句，就是在此次开庭前，蒋小姐通过律师向法庭提出请求，要请专业的中英文翻译来翻译这个 Google Doc， 并且要经过他阅读同意之后才能对外进行公开。因为他担心在翻译这过程中部分内容会引起歧义，进而在网络上造成对自己不利的舆情。
法庭呢同意了他的这个请求，但是由于翻译工作需要时间，所以在此次作证中，有关这个 Google Doc 的内容主要是以蒋小姐自己的口述和回忆为基础。蒋小姐解释说，自己分享给陈立人文稿的初衷更多的是对自己情绪的一种表达，并没有真的想要跟他复合，更没有揣着要破坏陈立人婚姻的目的。但是话虽这么说，他在共享文本的同时给陈立人开启了留言功能，明显心里头还是对陈立人的回应有所期待的。在之后的几天里，两人就像是玩一场钓鱼的游戏。陈立人呢像一条饥饿的鱼，看见蒋小姐抛出的饵，毫不犹豫的一口就咬了上去。他和蒋小姐抱怨说，自己这婚姻啊也不幸福，说自己从来就没有像爱蒋小姐那样爱过于宣一，而且还把自己的工作和房贷压力都归咎到于宣一之前的逼婚上。如果不是带着这套婚姻的枷锁，自己现在还是个快乐单身汉呢。面对陈立人的这些个明示暗示啊，蒋小姐只字不提要跟他破镜重圆。用庭审中检方的话来说，就是他认为陈不快乐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婚姻和妻子于宣一，言下之意就是不因为婚姻，那就是因为我呗。这儿啊多补充一句，警方在发现了那份 Google Doc 之后，认为这有可能和陈立人杀妻的动机有关，所以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蒋小姐进行问话，并且有录音为证。但是啊，在这次的预审过程中，蒋小姐对里面的很多敏感问题都以我不记得了，我不清楚一笔带过，所以呢，法庭不得不用当初探员的录音证据来补全里面的很多内容。就在俩人这么热火朝天的聊了1个多月之后啊，2023年11月，蒋小姐受朋友邀请前往湾区听一场演唱会，外加给自己庆生。临行前，她给陈立人发去了信息，希望能够抽空一见。据蒋小姐回忆，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谷歌食堂，两人如老朋友、老校友一般寒暄叙旧。以前啊，听过磁带或者是看过 DVD 的朋友们都知道，有的时候 A 面可能平平无奇，但是精彩可能都在 B 面。蒋小姐和陈立人这次湾区重逢也是如此。2天后，蒋小姐要搭飞机回西雅图，她给陈立人发信息，要他开车送机，顺便也能见上最后一面。两人在机场拥抱惜别。蒋小姐对陈立人说，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希望你能快乐一点。陈立人也含泪答应。换做别人看到这类古早言情片里的情节和台词啊，估计会肉麻到鸡皮疙瘩掉一地，但是陈立人却觉得火候到了，于是啊，鼓起勇气吻了蒋小姐的脸颊。这一吻啊，如同引线一般，点燃了两人之间勉强用发乎情止乎礼的这张纸所包起来的炸弹。蒋小姐在法庭上说，这一吻对她而言并不美好，只觉得尴尬和不安。于是啊，她在回到西雅图之后，给陈立人发信息，说这样的接触呢有些不妥，两人以后还是不要见面为好。但是殊不知，这时候的陈立人已经是后院起火了。之前提到过，于宣一是一个学霸呀，同样呢，也是一个心细温柔的女子，那怎么可能不知道老公在背后搞的这些小九九啊？事实上，早在二人结婚之前，于宣一就不止一次在陈立人手机上发现了他给蒋小姐发的信息，有些措辞呢还十分暧昧，为此二人也没少吵架。不过每次啊，最后都是以陈立人道歉、删除记录、承诺不再联系告终。但是啊，每次他都是隔了几个月之后，如同毒瘾犯了一样，故态复发，忍不住继续跟蒋小姐联系。而苦闷的于宣一也时常会跟3号证人小王倾诉，不过他也强调说，陈和前任联系呢是精神上的藕断丝连，而不是出轨。有时候俩人在气头上，陈立人还把于宣一跟蒋小姐进行比较，觉得老婆不管是兴趣爱好、家世背景、容貌修养，甚至是赚钱能力，都比不上前女友，自己跟她结婚呢实在是亏大发了。但事实上，陈立人在谷歌呢属于 L4 级别，平均年薪在28万8左右，而于宣一呢只比他低1级，年薪是19万美元，并不是什么几倍的差距。至于蒋小姐，她在 Waymo 的薪水呢大概率是在陈和于之间，这里面还包括了一定的公司股份分红，但是由于 Waymo 目前还没有上市，所以这部分资产也被业内人戏称为纸钱。也就是说，抛开这里面吵架话赶话的成分，陈立人可能更多的是对妻子进行刻意的贬低和打压，用来抬高自己，进而给他一种我跟你结婚是看得起你，你要好自为之的暗示。这让于宣一十分寒心，他不止一次跟好友小王提起陈立人对他的精神打压，让他感觉既受伤又有些自卑。
只能说陈立人心口的那颗朱砂痣放到了于宣一这儿，就成了一根拔不去的刺。而且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故意为之陈立人和于宣一的结婚日刚好就是蒋小姐生日的前一天，而2023年这个时间段，蒋小姐也正巧在湾区，于是给前任庆生和庆祝结婚1周年纪念日就撞车了呀。而在陈立人心中，给白月光过生日明显更重要哪怕只是在谷歌食堂吃个工作餐，他也是天上下刀子都要去的。同是一间公司工作，他的这顿饭又怎么可能瞒得过心细如发的于宣一呀？于是两人在家里头又大吵一架，本该是相敬如宾的结婚纪念，彻底成了相见如冰而更让于宣一接受不了的是，才仅仅隔了不到2天，老公又再次玩起了短信不回、电话不接的失踪。结果他用手机定位功能这么一查发现陈立人居然翘班跑去了机场。聪明的于宣一马上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于是在陈立人回家又大吵一架之后，提出了离婚。听到这话陈立人第一反应呢是不怒反喜，他当天晚上就给蒋小姐发去了信息，说自己这边正计划离婚呢，下一步就是跟蒋小姐复合。然而他等来的却是蒋小姐的那条我们不要再见面了的回复。之后几周里，陈立人疯狂地跟蒋小姐联系，希望她能回心转意，但是对方呢心意已决，明确表示就算你离了婚，我们也不会再在一起了。看见前女友这口回头草是吃不着了，陈立人又想要故伎重演，跟于宣一和好，把关系修修补补，继续过日子。但是这时的于宣一也对这个男人彻底死了心，铁了心要跟他离婚。不过他还是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想要好聚好散嘛。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于宣一曾经跟好友小王询问，如果被公司内部举报性骚扰，那么会不会面临裁员甚至是开除？小王当时觉得这个问题有点没头没脑的，想要继续追问下去，但是于宣一却不想多说，只是说和陈立人以及在谷歌子公司工作的蒋小姐有关。杀妻案发生后，小王认为很可能于宣一当时口中的这个性骚扰，说的就是陈立人和蒋小姐在机场的临别一吻。我们在硅谷工作的朋友提到过，像谷歌这样的大厂对员工举报性骚扰是非常重视的，哪怕对方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到要报警的程度，但是公司为了自身形象着想，也是一个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就比如说曾经有男员工和心仪的女员工约了一顿午饭，中间发生了什么不清楚，只知道女孩吃完饭后就面露愠色的去找了 HR， 然后很快这个男员工就被调离部门，而且出现在了下一批裁员的名单上。尤其是在现在这么一个行业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很多部门一旦收到了裁员名额，首先考虑的就是那些跟上司工作不配合的，或者是德行操守上存在风险的员工。咱们前面也提到过，陈立人和小王的丈夫抱怨说自己在工作上被上司穿小鞋，很可能会成为下一批裁员的目标。而且如果在这个档口上他又被蒋小姐投诉性骚扰，那么无异于是雪上加霜小王呢不清楚为什么于宣一会认为蒋会投诉陈，但是还是能够看得出于宣一在内心深处还是很在意陈立人的，对他有可能会失业这个事情有些忧虑。不过也有相关经验的网友指出，陈立人呢很可能在案发时拿的是 H1B 的工作签证，如果被谷歌开除了，那么他需要在60天内找到另外一间公司入职，否则这签证就会作废。如果是被公司裁员，虽然说这个缓冲期会略长，但是也会面临找不到工作就要回国的窘境。而在互联网就业难的寒冬下，他的事业前景并不乐观。当然，他也可以通过老婆于宣一的关系换成配偶签证继续留在美国。但是这个时候于宣一已经决心要跟他离婚了，所以这条路也被堵死了。根据法庭提供的信息，案发当晚，不知道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于宣一呢一看到那份蒋小姐发给陈立人的 Google Doc 小作文，情绪就再度崩溃，留下了那句我恨你们的留言后，铁了心要跟陈立人离婚。而这时的陈立人因为工作不顺，以及蒋小姐拒绝跟他旧情复燃，正陷入感情的死胡同呢，于是便将心中的愤怒和一切的困扰都归结在于宣一身上，觉得是他决意离婚才让自己从巅峰跌至谷底，于是对这个曾经最爱自己的女人举起了拳头，最终酿成了悲剧。很多心理学的博主都认为陈立人在很多方面显露出了典型的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特点，
比如他总是在极度夸大自我的重要性，对身边人给予的肯定和赞美有着强烈的需求，而且非常缺乏同理心。具体体现在他将游走在前任和妻子之间看作自己人格魅力的一种体现，能够被2个都很优秀的女性喜欢，哪怕只是存在于他的想象中，也足以让他的自恋感爆棚。而他一旦发现自己不仅没能够脚踏2条船，反而2条船都将离他而去，这种掉入水中的巨大挫败感，让他这个一直都一帆风顺的天之骄子在心理上难以承受。说白了，在自恋型人格的眼里，人生就好像是一场牌局，不仅输赢都要他说了算，而且对方还不能提出不玩了，谁敢先走，他就要掀桌子。而对于蒋小姐呢，陈立人更像是在遭受未婚夫的背叛的同时，自信心遭受了巨大的挫败。在这样的巨大创伤压迫下，他想要找到一个人来验证自己的魅力，而一直想要跟他旧情复燃的陈立人，可能刚好就成为了这样的一个工具人。在他眼里，陈立人可能连备胎都算不上，充其量就是一个千斤顶。有网友爆料说，蒋小姐在这次开庭前已经跟另一位自己的高中学长闪婚，与其说她的上庭是为了给陈立人脱罪，还不如说她是想要摘干净自己在这个案子中的所有相关，好开启一段新的生活。只可惜了无辜的于宣一，成为了这2个自恋者之间 play 的一环。作为一个小城里面走出来的姑娘，她可以算得上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典范，理科状元，清华热门专业的高材生，留学美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任工程师。可是就是如此优秀的女子，还是没能躲开厄运。在陈立人一次又一次的言语和精神打压下，她就像是一只骄傲而美丽的凤凰，被一片片剥去了羽翼，关入笼中。而就当她依然鼓起勇气抗争，想要冲出牢笼的时候，却还是倒在了马上就要拥抱自由的那一刻，实在是让人既惋惜又痛心。此案的最新情况是在预审结束之后，法庭于7月7日上午重新举行了听证。根据一位在现场旁听的观众描述，陈立人依然是面无表情，脸色阴郁，但看起来呢精神还不错，入狱期间甚至还白胖了不少。他甚至敢于和在场旁听的人群对视，没有慌张，也没有愁容。在面对法官要不要认罪的问题时，他非常坚定地选择了不认罪。随即法官宣布，此案将正式进入庭审程序，下一次开庭时间被暂定在10月8日。控方呢，并未明说具体会以什么样的罪名对陈立人提出起诉，不过他们同时宣布会在7月14日再安排一次听证会，也许届时会有更多的信息公布出来。陈立人的律师在听证会后显得十分轻松，胸有成竹的样子。不过他面对媒体的时候呢，还是回避了一些有关案件的重要问题，只是说辩护团队并没有同意控方提出的90天快速审判，而是选择了走正常流程，以便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准备。至于陈立人在正式开庭时是否会有家人朋友到场支持，律师也是含混其辞地说，陈家父母因为签证问题目前不能赴美。总结下来呢，就是辩方严正以待，全力以赴，而控方也似乎是胜券在握，丝毫不让。这起案件依然存在着各种变数，而我们也将会为大家持续提供后续的信息。感谢观看，咱们呢下期再见。